天还没亮透，窗帘缝里刚透进一点灰白，您就醒了。不是被闹钟叫醒的，是被嘴里那股干涩感逼醒的。舌头贴着上颚，像贴着一张粗砂纸。你摸黑坐起来，先灌下半杯凉白开，可那股渴意压根压不下去。您叹口气，认命地拉开床头柜，里面躺着那台巴掌大的血糖仪，换针头，撕试纸，酒精棉在指腹上一擦，凉飕飕的。您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，啪的一声，血珠冒出来，红得刺眼。接下来那5秒钟，屏幕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蹦，您的心也跟着一上一下，停在6点几。您长长松一口气，觉得今天有盼头。钥匙一下窜到9，窜到10以上，胸口立刻咯噔一沉。那一整天的心情就像被蒙上了一层灰布。低头看看指腹，一个个细小的针眼，攒了1年又1年，摸上去硬硬的，您自己都记不清扎过多少回了。您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您有没有过这种早晨，扎完手指，接着就是更难熬的一关，吃早饭。咱们中国人的早餐桌，几千年就那么几样：热腾腾的白米粥，刚出笼的大馒头，油汪汪的油条，还有一屉小笼包。以前吃着那叫一个香，一碗粥下肚，从嗓子眼一直短到脚底板。可自从血糖表上那几个数字变了颜色，这一桌子的香味全成了不敢碰的雷区。馒头是精白面，粥熬得越烂越糊化，油条又油又是精细碳水。您端着碗，闻着味儿，手抖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放下了，改成啃2片干巴巴的粗粮饼干，就着一杯白开水，嚼得腮帮子发酸。这日子过得实在憋屈。于是就有人退而求其次，问出了那个盘旋在无数人心头的问题：粥不能喝，那豆浆总能喝吧？可这一问，才发现说法乱成了一锅粥。小区凉亭里有人拍着大腿说，豆浆万万不能碰，豆子里全是糖，一喝血糖就窜。晨练队伍里又有人摆手说，豆浆是植物奶，天天喝都没事，还能把血糖压下去。病友群里更热闹，一天能吵上800回合。传言你一句我一句，把一碗普普通通的豆浆硬生生说成了半是仙丹，半是毒药。听的人越听越糊涂，端着碗不敢喝，倒了又心疼。这种糊涂可不只是心里别扭那么简单。早餐这一顿是全天血糖的定盘星，您把它吃错了，餐后2小时血糖就像开闸的洪水，一路冲高。血糖被顶上去，身体就得拼命分泌胰岛素往下压，压下去之后没有后续功能，血糖又哗啦一下跌落。这一涨一跌就是一趟过山车，您的胰岛细胞天天陪着坐过山车，能不累垮吗？这种大起大落伤的绝不只是一个数字，血管内壁会被反复冲刷，弹性一年年变差，神经末梢泡在高糖里，慢慢变得迟钝麻木。眼底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最先扛不住，肾脏里的滤过网也在悄悄承受压力。到那时候手脚发麻，视物模糊，夜里起夜频繁，一样一样找上门来。更别说白天那股怎么也提不起来的乏劲儿，那种嘴唇干裂到起皮的难受，那种3、5天解不出一次大便的尴尬。这些苦光靠忍是忍不过去的，更磨人的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紧绷感。吃一口要蒜，喝一口要响，家人夹菜到碗里都得推回去，时间一长人就闷了。所以咱们今天不聊虚的，不绕弯子，不推销任何东西，就把这一碗豆浆从里到外掰开揉碎，讲个明明白白，既讲老祖宗的道理，也讲现代营养学的门道。讲完之后，您再坐到早餐桌前，心里就有底气了。别人再怎么说，您都不慌，而且您会发现，答案就藏在最便宜、最普通、家家灶台上都能做的一样东西里。大自然的好东西早就摆在那儿了，只是很多人喝了一辈子都喝错了方法。在进入干货之前，先说一句掏心窝的话，如果您真心在意自己和家人的身体，请先点一下下方的订阅，并把小铃铛的通知打开，这样往后每一期实用的养生内容都不会从你眼前溜走。要是觉得内容对您有用，欢迎在评论区打一个1，这个1就是最实在的鼓励。也欢迎您把自己的经验和困惑写在下方留言区。好，闲话说到这儿，咱们进正题。先给豆浆正个名，说一句公道话，对绝大多数血糖偏高的朋友来说，豆浆不但能喝，而且是早餐桌上难得的好搭档。
但请您把这4个字听清楚，是纯豆浆。什么叫纯豆浆？就是自己买回干净的黄豆或者黑豆，用清水泡开，倒进豆浆机或者破壁机，只加水，不加白砂糖，不加冰糖，不加蜂蜜，不加任何增稠剂和香精，磨出来的那一碗原汁原味。要是您在街边买那种甜的发腻的豆浆，那是靠糖把豆腥味盖住的。要是您买超市里一冲就好的速溶豆浆粉，翻过来看配料表，头一位常常就是白砂糖或者麦芽糊精，这2种喝下去就是实打实的升糖利气。今天讲的所有好处，全都建立在无糖纯豆浆这个前提上，前提错了，后面全白搭。为什么纯豆浆对控糖的人这么友好？先从老祖宗的视角看一眼，黄豆在药食同源的谱系里地位一直不低。传统认为黄豆味甘性平，能入脾胃两经，有健脾宽中、润燥消水的作用。血糖高这件事，在中医里归在消渴的范畴。消渴的根子，古人总结得很精辟，叫阴虚为本，燥热为标。翻成大白话就是，身体内部像一片久旱不雨的田，土太干就容易生出虚火，虚火四处乱窜，又把仅剩的那点津液烤干，而这份干燥的源头往往和脾胃虚弱、运化不灵分不开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一虚，吃进去的东西就转化不成滋养全身的精微，反倒变成多余的糖，堆在血里出不去。纯豆浆好就好在一个平字，它不像羊肉那样燥，也不像苦瓜那样寒，它就像一场不急不躁的春雨，落在干裂的土上，一点一点往下渗，滋阴润燥，还不伤脾胃。道理讲到这儿，可能有朋友觉得抽象，那咱们就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说法，一条一条拆开讲。如果把每天早晨那碗白粥换成一杯无糖纯豆浆，坚持一段日子，身体大概会给您6个回应。头一个变化，也是最让人惦记的一个，餐后血糖那条曲线变缓了。白米粥熬得越久越烂，米里的淀粉就糊化得越彻底。这种淀粉进了肠胃，几乎不用怎么消化，转眼就拆成葡萄糖，像决堤的水一样涌进血里。而纯豆浆完全是另一路，它的主角是优质植物蛋白，还有脂肪和一部分膳食纤维，碳水本身就少，蛋白和脂肪在胃里排空的慢，等于给消化道装了一道减速带。豆浆和粗粮一起下肚时，蛋白质还会把食物轻轻裹住，把糖分的释放拉长。这就好比浇地，一盆水泼下去，转眼从地表流走了。换成滴灌，水就一滴一滴慢慢渗进土里，葡萄糖平稳进入血液，胰岛就不必临时拼命加班。所以豆浆下肚，糖升得慢，落得也稳，没有那种急上急下的颠簸。不少人换了1个星期早餐，再看动态血糖的曲线图，那条原本陡得吓人的尖峰明显被磨圆了。第二个变化，口干舌燥那股劲儿轻了。血糖高的人身边几乎都有一只形影不离的水杯，刚放下杯子没几分钟，嘴里又开始发黏，嗓子又开始冒烟。夜里被渴醒，摸黑找水是常有的事。为什么灌了那么多水还是渴？中医说的直白，金亏则燥。血里糖分浓，身体为了稀释，就把水分往血里调，再从小便大量排走，水在体内留不住，津液自然亏空。这时候光灌白开水，就像往板结的干土上泼一瓢清水，太阳一晒就没了。豆浆不一样，它不只是水，里面融着黄豆的精华，有氨基酸，有维生素，有矿物质，它进了脾胃，是被慢慢消化吸收的，能一点一点转化成身体真正用得上的滋润。所以很多人喝了一阵子会说，夜里不怎么被渴醒了，嘴唇也不再动不动就起白皮裂口子了。第三个变化，肚子通畅了。这时说出来不好意思，可它太普遍，3、5天解不出一次，蹲在马桶上憋得满脸通红，大便干得像羊粪球。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这可不是小事。血压本来就高的人，蹲在马桶上一使劲，负压猛地窜上去，血压跟着往上顶，风险是实实在在的。有人熬不住就靠泻药、番泻叶、大黄一包接一包，这些东西性子苦寒，图一时痛快，用久了脾胃越来越弱，肠子也懒得自己动了，越吃越顽固。这时候豆浆的长处就显出来了。豆浆是整粒黄豆磨出来的，如果您用破壁机不滤豆渣，那一部分天然的膳食纤维就留在了碗里，这些纤维进了肠道不被吸收，却像海绵一样吸水膨胀，
把大便的体积撑起来，质地变松软。同时黄豆里那点天然油脂又是很好的润滑。中医管这叫增水行舟，河里没水，船就搁浅了。您拿泻药去硬拽，船底都磨破了。往河里注满水，水涨船高，船自然就顺顺当当飘出去。这条路子润物无声，脾胃不遭罪，反而受了滋养。而且您会发现，肚子一痛，人的火气也小了，常年憋着的那股无名燥意也跟着散了。第4个变化，写在脸上和胳膊上，皮肤没那么干痒了。一到秋冬，很多人的小腿一挠就掉白屑，胳膊摸上去跟树皮似的，夜里痒起来忍不住抓，一道一道的血印子，抹在多润肤乳也只顶一会儿，根子还在血里，糖分浓度高，靠渗透压把皮肤细胞里的水硬生生抽走，细胞一干瘪，屏障就破了，衣服蹭一下，温度变一变，神经末梢就闹得厉害。想解决，光在表面涂是不够的，得从里头养。黄豆里有2样出名的成分，大豆卵磷脂和大豆异黄酮。卵磷脂是细胞膜的重要材料，补得上，细胞锁水的本事就强一些。大豆异黄酮是一种植物雌激素，对绝经之后的女性来说尤其温和友好，能帮着改善皮肤的循环和代谢。当然话得说明白，喝一杯豆浆，第2天皮肤就水嫩，那是吹牛。可要是您把它当成习惯，安安稳稳喝上2-3个月，洗澡时摸一摸胳膊，那种砂纸样的颗粒感是真的会平下去。第5个变化，饿得没那么凶了，嘴也好管了。控糖8个字，管住嘴，迈开腿。迈开腿咬咬牙能做到，管住嘴才是真难。明明刚吃完饭没2个钟头，肚子里就像烧了把火，饿得心慌手抖，眼睛一扫见着饼干就想抓，吃完又后悔，血糖又上去了。这种饿其实是假饿，不是胃真空了，是血糖忽高忽低，给大脑发了错误信号。血糖刚被压下去又跌得太快，大脑一慌就拉响警报，逼您赶紧进食，要打断这个循环。关键是让食物在胃里多待一会儿。豆浆里的优质植物蛋白消化起来本来就慢，它进了胃，遇上胃酸会形成类似凝乳的结构，特别顶饿，能把胃排空的速度明显拖住。能量就像缓释胶囊一样，接下来3-4个小时慢慢往外放，血糖稳在安全区间，大脑自然不再乱发警报。所以早晨用1碗豆浆打底，配1个白煮蛋，再来点全麦或者燕麦，您能踏踏实实撑到中午，中间不用满屋子找零食，零食少了，总热量下来了，控糖这件事就轻松多了。第6个变化，听着最虚，其实分量最重，人不那么乏了，精神头回来了。很多人最大的感受不是忌口，而是懒，浑身没劲，什么都不想干，下楼溜达一圈都嫌沉，坐沙发上看电视就打盹，说话都觉得中气不够。用现代医学解释，是细胞在挨饿。血里明明泡满了葡萄糖，可因为胰岛素抵抗，糖进不了细胞去烧成能量，细胞没能量，人当然发飘。用传统说法解释，就是气血不足，脾虚湿困。脾主肌肉，脾气一虚，四肢得不到濡养，就困倦酸软。这时候要是想着补，天天炖老火汤，大鱼大肉，那可就补差了。脾胃本来就运化不动，肥甘厚腻下去，消化不了反成痰湿，人更沉更胀，血脂还跟着往上跑，这叫虚不受补。豆浆恰好绕开了这个坑，它是磨碎煮熟的流质，细胞壁早就打开了，营养好吸收，又几乎不给脾胃添负担。就像大病初愈的人先喝米汤，是最稳当的那种滋养，脾胃缓过来了，气血才有源头，四肢百骸才有的供。人一有劲儿，就愿意推门出去走走，跳跳广场舞，跟老街坊唠唠嗑。而运动本身又是消耗多余血糖，提高胰岛素敏感度最实在的办法，这就转成了一个良性的圈。好话说完，接下来是关键的操作。同样一把黄豆，喝法不同，效果差得远。头一步，选豆。干黄豆抓1小把，大约40克，颗粒要饱满，颜色要自然，别选那种发暗有霉点的。想让口感更厚，可以掺1/3的黑豆。第2步，泡豆。凉水泡8到10个小时，夏天放冰箱冷藏泡，免得发酸。泡好的豆子应该胀成原来的2倍多，手指一捏就能掐开。中途换1次水，豆腥味会淡不少。第3步，打浆。泡好的豆子沥干，
倒进破壁机，加清水600到700毫升，选豆浆模式。想留住纤维，就别用滤网，连渣一起喝。第4步，也是最要紧的一步，一定要彻底煮熟。生豆浆里含有皂苷和胰蛋白酶抑制剂，没煮透就喝，容易恶心、呕吐、闹肚子。豆浆加热到冒起第一层泡沫时，那不是蒸开，那叫假沸，得继续用小火再滚上5到8分钟，等泡沫塌下去，锅里由白转成微微的乳黄，那股熟豆子的香气从锅边一圈圈冒上来，才算真的好了。用带保温功能的养生壶最省事，普通汤锅也行，只是要守着搅2下，别糊底。第5步，晾到能入口的温度，大约40到50度，不烫嘴，端着杯必是温热的。第6步，喝法，一次250到300毫升，也就是一个普通马克杯的量，早餐时喝最好。别站在灶台边一口闷，坐下来，小口小口的喝，配一个白煮蛋，加半个全麦馒头或者1小碗燕麦。整顿饭慢慢吃上15分钟，血糖会更平。要是嫌味道太寡淡，别急着加糖，打浆时丢5到8粒枸杞进去，自带一丝清甜，或者抓一小把纯燕麦片同打，口感浓稠顺滑，还能把这一餐的升糖指数再压一压。接下来是几条必须记牢的规矩。第1条，量要有度，1天1杯就够了，别拿它当白开水灌，蛋白质摄入过量，代谢废物会给肾脏添活。第2条，坚决不加糖，1勺糖下去，前面所有的功夫全废了。第3条，痛风正在急性发作，尿酸很高的时候，先停一停，等平稳了再少量喝。第4条，肾功能已经受损，医生明确交代要限制蛋白的朋友，喝之前一定先问过自己的主治医生。第5条，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的朋友，服药和喝豆浆之间隔开几个小时更稳妥。第6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豆浆是饭，不是药，它替代不了任何降糖药物，更不能拿它当停药的理由。该测的血糖照测，该吃的药照吃，该复查的时间照去。每个人的身体底子不一样，用药方案也不一样，所有调整都要交给医生来定。饮食只是帮手，它的分量在细水长流里，不在一朝一夕。话说到这里，咱们把今天的6个变化再串一遍。餐后血糖的坡度缓下来，口干舌燥的难受轻下来，肚子通畅起来，皮肤不再干痒起皮，那股假饿被摁住，人也重新有了精神头。哪一条单拎出来，都是实打实少受一份罪。6条合在一处，改变的就不只是数字，而是一天里从早到晚的舒坦程度。您看，健康这件事，有时候真不需要去求什么深山里的稀罕物，也不必信广告里吹得天花乱坠的神药。几毛钱一把的黄豆，泡开、磨好、煮透，慢慢喝下去，懂了它背后的道理，喝对了方法，这就是老百姓1日3餐里最顶级的养生。这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朴素、最耐用的那份生活智慧。控糖从来不是一场硬碰硬的仗，它更像是把日子一点点调回正轨。面对血糖这位甩不掉的老伙计，不必怕，也不必灰心，每天在饮食起居上多花那么一点点心思，把白粥换成豆浆这样的小改动，一天一天攒下去，身体会用最好的状态还给您。现在想问问屏幕前的您，明天早晨的餐桌上有没有给这一碗豆浆留出一个位置？如果今天这些大白话您听得懂，用得上，解开了心里那个疙瘩，那就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这条视频点一个大大的赞。您的每一个赞，都是让它被更多还在为早餐发愁的人看见的利器。也强烈建议您把这条视频转到您那个相亲相爱的家族群里，转给老伴儿，转给爸妈长辈，转给身边每一位血糖偏高的亲戚朋友。这顺手的一转，递过去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关心。最后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多聊几句，您平时早晨都吃点什么？以前对豆浆有过哪些误会？听完今天这期，明天打算怎么搭配自己的早餐？要是您还有别的控糖小窍门，也请写下来，让大家一起沾光。评论区见，咱们接着唠。祝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血糖平稳，吃得香，睡得沉，一年四季少病少灾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